中非论坛，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到美国会接到什么样的外交待遇？但是来到中国参加中非论坛，无论大小，感受到是平等的背离。全世界现在对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中国不是来自于用军力的威胁，也不是来自于拉一派打一派的威胁，也不是来自于对于上层阶级贿赂的威胁，扎扎实实的几十年来做了西方社会应该做而不做，应该回馈而不回馈的事中国做的。先发达的国家帮助后发达的国家，西方盖了这么久，改善了什么？换你们去搞啊！两样生囝看到处不一样。中国正在走一条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动机处理不一样的一个中非关系，前天后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盖的铁路，我支持你盖铁路，我提供经费让你盖铁路，我还训练你的人经营铁路。命运共同体所关注不是上层的政治结构，而是让这个社会稳定的各个主要的结构要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西方的逻辑是我建设这些东西，我是要打开。我做这些事情是希望透过社会开始发展，产业开始升级，我也跟着就在往上升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非的合作论坛，非盟跟所有的非国家，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中国要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额度，推动中企对非投资。所以说这个是债务陷阱，中国打肿脸充胖子，经济都不好了，丢3600亿人民币，主要西方的一个攻击了，贷款的名目让国家陷入泥淖。对，假若债务陷阱对中国是有利，欧洲的国家希望拥有在非洲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发现中国搞债务陷阱是有益于中国的实力，有没有？换你们去搞啊！每样生囝看到出边了，要看一个大局。什么叫做公平平等的对待？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主共同奋斗。肌肉福清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态度？对所有的被帮助者能够感觉到公平，能够感觉到平等。来到中国参加中非论坛的这些国家，我有亲眼感受过。同样的，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到美国会接到什么样的外交待遇？他们到欧洲会碰到什么样的外交待遇？高大上的白人，但是来到中国参加中非论坛，无论大小，感受到是平等的背离。西方在内长期以来就是用一个殖民母国的意志的地位在收刮这些国家，而且是用政治的地位来收刮人家的资源，甚至有时候用了所谓的美联储的上升下息来收刮人家嘛。那请问中国用了什么？包含古特雷斯为什么要去？很简单啊，联合国193个有没有？这边占27%，最多会员的州27%啊。而且非洲因为有团结联盟在，所以他们的表态相对都会蛮。要不要再细分下去啊？你要不要做的比较顺畅一点呢？他到了这里要看一看，到底中非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没办法，现场你没办法去体会各国的领袖对这场会议的看法。先这样来看真相，西方怎么掠夺非洲的资产？就很简单了，就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啊。就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反正我进去就是把你家的矿产挖出来、弄出来卖掉就对了，所以变成这种原始矿产的诅咒，它的产业又无法升级，然后人民领的非常低的。我把你所有的资源挖光就对了嘛。西方盖了这么久，改善了那边的卫生、农业生产、教育环境，改善了什么？没有做这些的改善，还做了什么事情？你这一派啊，不能让我充分的掠夺，那我就去鼓励另外一派，有没有？正面把你干掉，一起来掠夺。这就是西方啊，说人家是债务陷阱，成效出来，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表象出现出来一件事情。全世界现在对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而中国不是来自于用军力的威胁，也不是来自于拉一派打一派的威胁，也不是来自于对于上层阶级贿赂的威胁或者利用，扎扎实实的几十年来做了西方社会应该做而不做，一个殖民地母国应该回馈而不回馈的事啊，中国做了。中国大陆用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政策，先发达的国家帮助后发达的国家，给个政策，这是中国大陆在经济建设上常用到的方法。我包含中国企业参与的在非洲累计改建或新建的铁路呢，是超过1万公里了，那公路是10万公里了，那桥梁有将近1000座。我支持你盖铁路，我提供经费让你盖铁路，我还训练你的人经营铁路。中国正在走一条跟西方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些手法又相同，动机处理不一样的一个中非关系。为什么他要去这么多的经营？前
3天后中非命运共同体，不管是台风天，不管是什么任何的情况，都不会因为外在的情势改变而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叫全天候了。进阶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叫做全天候战略伙伴。美国的处理方法就是你听我的我就支援你，你不听我的就支持另外一个干掉你，那这不是命运共同体。我把底层的关系建立好，上层的变化呢我不在意。所以卫生，难道在野党生意就不要卫生政策吗？难道在野党生意就不需要防疫政策吗？我现在的援助我就直接单向很有计划的，在整个的非洲，在整个的国家里协助你建立很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很好的防疫系统，建立很好的医疗系统。那我就跟这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生命的体系就建立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经济也是如此，你这个国家要发展经济，你需要有开发区，政府当然支持开发区，可是除了开发区不重要啊，要培养能做生意的人，要培养市场啊，要让他们能够有获利啊，也要中国的企业能够愿意进去啊。命运共同体所关注到的不是那一个上层的政治结构，对，而是让这个社会稳定的各个主要的结构要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啊，20-30年下来有没有最大的感受？与其不如就把下接到这些的接触来。西方的 NGO 为什么美国在台湾有这么深厚的基础？我们不是一些都是美国的系统吗？企业管理，其实军队的部分，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到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对，这过去很少有这种说法。当然，西方一定是唱衰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讲。唱衰没有用。非洲到中国蛮远的。中国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它自身利益？当然有自身利益啊。贷款要不要回收？当然也要回收啊，谁不希望回收贷款？其实绝对有自己的利益，但是那个利益的逻辑不一样。西方的逻辑是我建设这些东西，我是要榨干你，但中国做这些事情是希望透过什么呢？透过你的社会也在发展，因为你的社会开始发展，产业开始升级的时候，其实我也跟着就在往上升级，因为我在升级，我总要。那中国的是更高档的产品，互利双赢的一带一路的观点嘛。而且我觉得搭配的还有非洲的企业啊。是啊，在非洲就发展的非常好，因为他只要那些功能就好了，他那么多功能干嘛？但是呢，不要忘了，21世纪40年后，2040之后，一个人类在地球的逐渐会发亮的展售的钻石在非洲。卢旺达这几年的成就啊，讲明了，第一个叫新加坡，第二个叫中国。这两个国家是给我们最好的经验跟教训，所以经济发展力非常的大。你希望那一套算了，给我搞得已经是够痛苦了，我就学新加坡，我就是学中国，学习新加坡与中国这种完全以华人为主的一个治理经验的绩效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再回到前面我讲的话，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接待了53个共同出现一个城市，共同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且要让每一个人有宾至如归、平等被对待的感觉，有能力做到这个样，每一个去的人都会感觉得到这一种啊，才是。所以古特雷斯在那里看一看，他会看出很多感觉的。